南方，我知道我做的还不够好，不过一定会加倍努力的。是啊，这是一场慈善募捐表演赛，就当做是一次经验吧，不要把输赢看那么重嘛。你们以为我因为输球而在这边失落啊？不是吗？你才练了短短1个月，能有这样的成绩呢，已经是不错了。虽然是输了，可是虽败犹荣。那你一个人在这边发什么呆啊？因为这里没有人干扰我，我可以好好的分析一下刚才球赛的状况。那你分析出什么结果吗？今天我们之所以会输，一方面是因为思行是个新手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太轻敌，我太低估瑞尼的实力。怎么说啊？他今天的扣球实在太猛，也难怪你会招架不住。他一定下过一番苦心，可能以后呢，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训练上。你行吗？没问题。那你是答应继续做我的拍档了？嗯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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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 Hello， 嗯，好巧啊！是啊，我来找礼物给我们的干女儿。我也是啊。那你有没有看中什么？哇，这儿太多东西了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我也是啊，都不知道买什么给她。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的吗？哦，我买这个怎么样？飞凤才1个月大，这个合适吗？你们是刚当爸爸妈妈吧？1个月大的婴儿可以选择这种挂在小床上，可以旋转又可以发出声音。那我们就买这个吧。好。小姐，麻烦你拿一个新的给我们，然后帮我们包得漂亮一点。没问题，谢谢你。哎，刚才他的话你不会介意吧？介意什么？说我们是飞凤的爸爸妈妈。他也没有说错啊。我们是飞凤的干爸爸、干妈妈，也可以算是爸爸妈妈喽。哦，我们还有夫妻相吗？大家过来一下。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获选代表我国前往丹麦参加羽球公开赛的球员名单已经出炉了。Kevin Lim， 教练，谢谢教练。李文辉 ，Alex Ang， 燕飞鹏。谢谢教练。你们可要好好的加紧练习，为国争光。你有完没完呢？我觉得看你不顺眼又怎么样？你看我不顺眼，是因为我不是本地人，对吗？对呀，我就对你们这些外来的运动员没有好感，专门走后门，最厉害的就是拍教练的马屁。什么拍马屁？如果我没有实力的话，我能在新加坡立足吗？如果你没有拍教练的马屁的话，教练会选你吗？你够了！你可以污蔑我，但是你不能污蔑教练的人格。被我说中了是不是？心虚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有本事的话，就回你国家去，不要跟我抢饭碗。你要怎么样啊？不开心了啊？打我啊！打我！
你冷静一点啊！没事吧？Ben，怎么了？我脚好像骨折，站不起来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走，我背你去医院。你滚啊！让我来吧。走。滚！教练，你问了医生没有？我伤应该不是很严重啊，几时可以去打球啊？你好好休息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 Kevin， 你说啊。教练，还是你跟他说吧。教练，我脚到底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你的脚骨折，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恢复。在这期间，你不能够再做太剧烈的运动了。那也是说我暂时不能打球了，是吗？都是那烟飞喷害我的。他在哪里？我要找他算账。Ben， 不能动啊你！你冷静一点好吗？你的脚刚动了手术，难道你想变残废啊？我不能跑，不能跳，不能打球，这跟残废有什么两样？都是他混蛋害我的，说他故意害我的。Kevin 可以作证啊，他把我推跌倒，他故意把我推跌倒的。 飞盆，教练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冲动，但我没想到他会伤那么重，是他先推我的，我气不过，才推他的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。是 Kevin 亲眼看见你把他推倒的，我也只能照实把事情的经过呈报给纪律调查委员会，让他们做定夺。 那我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从现在起，你必须停止所有的练习。哎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哦。哎，你们来了，哎，多谢多谢。哎 ，hello， 来这个送你飞凤的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你看干妈，干妈抱一下，来哦，看看。 baby 好 Q 啊！真的很漂亮哎，以后长大一定是个大美女了。你们看，干妈说她是美女，她就笑了。就是干妈啊！哇！好，那么干爹没有来呀？他有些事，迟一点再过来。哎，说早早就到，飞凤的干爹来了。来看看飞凤吧。哎，我的干女儿，真可爱。波波，吃的好吃。 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，你要不要说出来听一听啊？你不想说也没有关系的。我们队里有个球员，他老找我麻烦。今天我推了他一下，结果怎么样了？结果右脚骨折，需要住院半年治疗。你是担心会纪律处分啊？教练已经把这件事情呈报上去了，要我停止训练。这怎么公平啊？你又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人先找你麻烦的。现在不管队里给我什么惩罚，我都会接受。也许他只是给你一个警告了事，你就不要这么担心了。我担心的是他，如果以后
真的不能比赛了，我真的是要后悔一辈子。不要这么想啊，你又不是故意要害他变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一个球员如果不能打球了，真的比死还要难受。以前教练说过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为什么我就不能忍一下呢？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艳芳呢？他临时有事不能来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他不想见到我呢。怎么可能？你告诉他吧，以后他来了，我会自动避开的，我不会打扰你们练球的。他不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他今天没有来，让我陪你练吧。哦，如果你没有空的话，我可以自己练的。是，来。真的很谢谢你啊，陪我练球练了一整个下午。我要谢谢你才真，让我有一个偷懒的借口。你看你，脸晒得这么红，真的很可爱。干嘛无端端扯到我的脸上来？又脸红了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妹妹啊。在你心里，我只能当一个小妹妹。如果我曾经不经意伤害到你的话，真的很抱歉啊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真的是很喜欢你啊，喜欢你的纯真。你不必向我道歉。感情的路呢，本来就是一条双行道，是我选择了一条单行道，又怎么可能会有结果呢？那倒不一定啊。将来的事谁又能预料呢？有时候幸福明明就在我们身边的，却因为自己的眼光望得太远而看不到。等到幸福溜走的时候，才发现那后悔来不及了。这一次我一定会牢牢地抓住，不会再放手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你真的非这么做不可吗？这是分居协议书，我们离婚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也只做这一件事，你就要判我死刑啊？你不是一直想认回女儿吗？我走了，你们一家三口就可以团聚了。我是在成全你们的，你怎么说我是在判你死刑呢？好，我打消认为女儿的念头。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提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太迟了。如果小慧要活着的话，我也许可以原谅你。可是小慧她不在了，我留在这个家也没有意义了。你去找一言吧，他到现在还是单身，应该对你还是念念不忘。你去见过一言了？一言和你说了什么？他和你说了什么，让你坚持要跟我离婚的？说什么都不重要了。你不觉得你亏欠他的比我还多吗？现在是你弥补他们母女的时候了。我祝福你们。美霞。
旋转。找我有什么事？你和我太太见过面吗？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？她坚持一定要离婚，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会说什么？你今天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事情搞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所造成的。你为什么要向你太太说出事情是你的女儿呢？这个秘密不是应该到死都不能说吗？你现在公开这个秘密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哦，想认回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太自私了。事情出事到现在，你为他做过什么？你没有资格认回他的。就因为我没有尽过做父亲的责任，所以我才想好好的弥补他。不必了，我们现在过得很好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冲动，把事情的身世说出来，你太太就不会跟你离婚。这一切呢，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我不会让事情知道你是他父亲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请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思琪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那时候在指甲店见面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事实告诉我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的，不是吗？思琪，还有你，千方百计的一直想要接近我，教我骑脚车，还告诉我小慧的故事，目的只是想要我接受你，认回你这个 daddy， 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。你们真的很自私，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。那我呢？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们。思琪，让她冷静吧，我会照顾她的，放心吧。思琪，天武，天武，坐下。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。从前有个小男孩呢，他在家中是个独生子，因此他爸爸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，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这个小男孩一直过得很幸福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当他9岁的时候，他的妈妈竟然抛下他跟另一个男人跑了。他的爸爸呢，因为受不了妻子背叛的打击，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他的身上。从此，这小男孩他的生活再没有幸福这2个字了。有的只有他爸爸喝醉的时候呢，在他身上留下了鞭痕。后来他的爸爸娶了个继母，继母把他当作是眼中钉，动不动就打他，甚至不给他饭吃。然后呢？这小男孩16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和继母一起车祸，
送上死亡了。后来这小男孩终于得到解脱了。这小男孩是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比起我，你是不是幸福多了？虽然你妈妈隐瞒了你的身世，虽然突然间冒出这样的一个爸爸你难接受，但至少他们是爱你的。你妈妈呢把你养大，把你照顾得这么好，你爸知道你的存在以后，想认回你，他们都没有放弃你，这样已经是很幸福了，对吗？好了，不要伤心了，收拾好心情，我送你回家。我暂时还不想回家。你想去哪里？本来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是不太好的，想带你去我家住，又怕你不自在，所以就暂时住下来吧。如果你累了，就休息吧。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去吃饭。我不想吃，没有胃口。可是我很饿啊。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，我打电话叫服务员送上来，陪我吃一点好吗？哎呀，老是打不通的，电话都关掉了。哎，一言啊，思晴怎么这么迟还没回来啊？你知道她去哪里吗？哦，哎，爸，对不起啊，其实刚才世行有打电话回来，他说他今天会到同学家做功课，如果太晚的话，会住在那个同学的家。同学？哪一个同学啊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哎呀，当然是女的啊。你那位啊，那个胖胖戴近视眼镜的那个女同学啊。胖胖戴近视眼镜。怎么我没有印象啊？哦，她只来过一次，可能那一次刚好你不在家吧？啊。一言。思晴真的有打电话回来啊？我骗你干嘛？那为什么他把手机关掉了？可能手机没电啊。这么迟他还没回来，我总是不放心呢。哎，你有没有那个女同学家里的电话号码？爸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打去会打扰人家的。不用担心了，事情都这么大了，懂得照顾自己的。先去睡吧，不要等他了啊。先去睡了，晚安，爸。真的关掉手机啊？喂？喂，是我。什么事啊？思晴的家里发生了一些事，她心情很不好，所以不想回家去，现在暂时住在酒店里面。你有空的话，去陪陪她吧。思晴住在酒店里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自己去问她吧。我把地址给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怎么了？谁打来的？思晴离家出走啊，我要去找她。哎呀，又不是世界末日，干嘛愁眉苦脸的？哎，你以前连自己的爸爸长得怎么样都不知道，现在啊，不但可以大大声的告诉别人说他今年几岁啊，长得怎么？他长得帅不帅啊？他对你好不好？这样就对啦。哎，如果我有这样的爸爸，我也会很高兴啊。我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，很有默契哦。谁跟你有默契啊？喂，你跟来干什么？我又没有叫你来。我来怎么了？思行出这么大事，我来不行啊？行啊。喂，他现在不开心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来逗人家开心啊？啊？
非要逼我出卖色相。新加坡最性感的舞蹈，你要做梦。1, 2, 3, 4。你要做梦，要做梦，要做梦，做梦，做梦，要做梦，要做梦，要做梦，做梦，做梦，梦梦。你还要来这个？我做梦，我终生哦。好啦，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心情啊真的好多啦。我现在的身体很不好。对了，我约了2个朋友在沙滩打友谊赛啊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啊？我帮你呢流了一身汗，心情就会好多了。哎，现在思晴是要上课的。那你觉得他现在的心情呢，是适宜上课还是打球啊？他当然是需要打球了。那就不用说那么多，走吧走吧，走了，打球啦！哎，你不去我怎么办？你就自己找节目吧，那自动消失啊，拜拜拜拜。小白，我有事情，你先走吧。外公，不要叫我外公。外公，你来找事情啊？他今天没有来上课哎。啊？他昨晚1个晚上没回家，今天又没来上课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他昨晚没回家，那他是跟谁在一起啊？对了，你知道思晴有一个胖胖戴眼镜的女同学吗？听说昨晚她就是住在这个女同学的家。胖胖啊，戴眼镜。我没见过思晴有这样的同学啊！难道他跟一言联合起来骗我？你不可以帮忙，看看怎么样可以找到思晴？外公，你先别急，我打电话给我姐，说不定她会知道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找到你姐姐了没有？姐啊，是我啦。思晴今天没有来上课，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哦，她跟我在一起，你找她什么事啊？那你们现在在哪里？圣淘沙的海边啊！喂，撞到人也不会道歉啊！喂，没有声音了。跟我回去。外公，你放什么外公？外公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谁是你外公啊？思晴她不是小孩子了，你不要再像管小孩子一样管她好不好？思晴本来是很听我的话的，就是因为交上你这个坏朋友，才会变得这么坏的。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我们是在打球，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到底哪里坏啊？什么球不好打？你偏偏要思晴跟你一起打沙滩排球，你明知道我是反对的嘛？你还教他逃学旷课，甚至在外头过夜不回家。我问你啊，这是不是一个正经的女孩子应该有的行为？思晴会变成这样是有原因的，你为什么不问问她？元芳，不要再说了。思晴啊，希望你会了解外公的一番苦心。外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，想要保护你啊。都是为我好，想要保护我。那我受到的伤害，你又了解多少呢？思晴，思晴，你受到伤害了，是谁伤害你啊？快点跟外公讲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李老师是我的亲生爸爸，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说我的亲生爸爸出了外国，没有再跟我们联络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说哪一个李老师啊？就是你以前的数学老师啊。那个数学老师啊，你说他是你的爸爸，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呢？你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好不好，外公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是我亲眼看到迷跟那个男人亲口说的。怎么会这样？那个男人因为自己的女儿死了，所以才想要认回我。
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是这样的？想丢就丢，想认就认。你们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我是一个人，不是一样东西，不是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你也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，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。哎呀，真的很对不起啊，刚才外公这样对你说话太过分了。没关系啦，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他骂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谢谢你啊。倒是你啊，你还好吗？我没杀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不打算回家吗？住酒店的费用不便宜啊，虽然是有人给你付，可是我也不想你欠人家太多人情。况且你也不知道他对你是不是有目的的。天武，他是真心对我好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是你太单纯啊，他这个人不简单的。说真的，我跟他交往的这段日子呢，我实在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总觉得他好像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啊。那是因为他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童年啊。他告诉你的啊？他这个人很聪明的，他会用各种方法来虏获女孩子的心，你小心点，不要给他骗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也没有打算要住在这个酒店住那么久啊。对啊，有家不回，干嘛住酒店嘛？可是我暂时还不想回家。回来你就欺负我啊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思晴，爹地妈咪，我们回来啦！哎，回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思晴。Auntie Uncle，哎，思晴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们了。不会，别这么说。哇，我一告诉你说事情会在这里，你就马上赶回来了。我是特地回来向思晴道歉的。你干嘛要向我道歉？今年外公来学校找你，我看他一副焦急的样子，就打电话给我姐，问她知不知道你的下落。结果一时口快，说出来你们在圣淘沙的海边，他才会去那里找你的。原来是你这个大嘴巴说的，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反正外公迟早也会知道的。你也说啦，打球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以后啊不会再有任何顾忌，想打就打，光明正大打，不会再偷偷摸摸的。说得对，只要认为是对的事呢，就要坚持到底。安迪支持你。来，是了是了。我们全家人都会支持你的。是啊，将来有一天会明白的。谢谢你们。哎，你站着干什么？把思晴的东西拿进去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行了。你就坐吧，表示跟我们客气了。对啊，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家一样，不要拘束，要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是咯是咯，虽然我们这个家不是很大，哎，可是平时热热闹闹的，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哎，待会吃晚餐你就知道了。糟糕，我的排骨莲藕汤，你不用去了，火我已经关掉了。幸亏有你，不过也应该开饭了啊。让我们来吧。要吃饭的话呢，就不要干坐着不动，天底下可没有白吃的晚饭。那我来帮你吧。你不用来，你是客人，你有优待权。他是在说我只会吃不会做。你没有吗？对，我有帮忙洗碗的哈。哇，你还有脸说呀？你洗的碗能用吗？还要我再洗一遍？那是因为你有洁癖啊！每一次洗碗，你知道你浪费多少清洁剂吗？喂，你们再这样吵下去，我们连饭都不用吃了。是喽。好了，我拿饭，你拿菜，勾。OK， 不用你吩咐，我自己会去。快勾啊！真是欢喜冤家。哎呀，他们就是这样，越吵感情就越好。哎，你也看得出没？那当然了，我眼睛没瞎。Auntie Uncle，你们一家人真的很让人羡慕，开开心心的。其实人的一生这么长，难免总会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只要笑一笑，就什么都过去了嘛。你说对不对？思晴啊，我带你去我姐的房间吧。那Auntie Uncle，我进去了。来，去吧去吧。爸，还没睡啊？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
思行已经1天1夜没回来了，你这个做妈的，好像一点都不关心了。不是啊，我有去他同学家找他。那找到了他没有？你还要骗我，骗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已经见过思行了，他跟我说那个李老师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是不是真的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爸，当时他已经有老婆跟孩子了，跟你说实话，你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他这个斯文败类、衣冠禽兽，我当然不会放过他了。当年如果你告诉我实情，我一定会告到他身败名裂，告到他坐牢。爸，算了吧，事情都已经过这么久了，你就不要再管那个人好不好？现在这个禽兽已经找上门来了，还说要认回私刑，我能不管吗？他是什么东西啊？做了这种无耻的事情，还敢再出现？现在私刑不回家，也是他搞出来的。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，把他的地址给我。爸，算了吧。我说把他的地址给我，你听到没有？小姐，我要找李志良。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他到底在不在？李先生，有人找你。李志良，你干嘛打人啊？李先生，你是不是要报警？没事没事。啊，伯父，不要叫我伯父，你不配！你这个斯文败类、衣冠禽兽，你害得我们一言未婚生子，受尽人家的白眼了。孩子生下来了，你理都不理呀！现在事情长大了，你竟然想回来认回女儿，你还要脸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你最好不要再来骚扰我女儿跟孙女，否则的话，下一次就不止一群那么简单了。伯父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思行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和你谈谈吗？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以前不是谈得很愉快的吗？怎么现在连一句话都没得说了？你可以不认我做你爸爸，不过你可以当我做是以前和你无所不谈的林老师啊，这样总可以吧？对不起，我还有一些事，我先走了。思行，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现在就马上离开，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知道了，很抱歉打扰你平静的生活，你保重。恨他的，却还是恨不了。想要原谅他，又觉得心有不甘。那你说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就照着你心意去做啊。觉得应该原谅的，那就原谅他；觉得他不能原谅，打算永远不要让他做爸爸，那你就当做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，像以前那样过生活就好了。想清楚了再做决定，不过决定以后就不能后悔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想想的。你退了房怎么没告诉我啊？早上我到酒店去找你，才知道你已经离开了。哦，
我已经搬去艳芳的家去住了。那也好啊，有他照顾你，我比较放心了。谢谢你的关心啊！啊，还有，酒店房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你不要这么说好不好？我会很伤心的。难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是以金钱来计算的吗？我知道你是不想欠我这个人情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说这种话。下午还有课吗？没有啦。我带你去一个有趣的地方。去哪里？过来这里坐。我看，哇，成绩不错嘛。你还敢说啊？要不是你刚才喊得那么大声，吓跑这些鱼啊，要不然我们会抓得更多。抓不够的话，下次可以再来的。下次还会再带我来？只要你喜欢，我一定会带你来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我小时候呢，我爸常带我来这里抓鱼啊，这里是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。不错啊，你小时候还有爸爸陪来这里抓鱼，不像我，小时候啊只能对着小熊说话。那今天我陪你抓鱼，你可以暂时把我当成是你爸爸的啊。你想得美啊！怎么可能做我爸爸？他们才是你的孩子。哎，小天、小五，快点叫爸爸。你们的妈。干嘛学我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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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干嘛拍我照？笑。来，下一个，1、2、3，好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笑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很漂亮迷人。所以呢，我要把你的笑容一直坐在身边。哎，不公平，怎么只有你拍，我也要拍？好啊，让你拍，拍一个够。哎，小心！简讯短短的几行，让微笑变得好忙，忘记时间还等在一旁。嘿，做什么晚餐？在游览哪个网站？回忆写成的文章，一直重复那几行，才发现有些笑容